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手机屏幕暗了又亮，亮了又暗，你反复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，却始终没有按下播出键。聊天框里的最后一条消息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像一个被遗忘的句点，已经很久很久了。你心里清楚，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可双脚却像被定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你不是在等一个答案，你只是舍不得那个曾经和你并肩同行的人。你总以为爱就是紧握不放，就是用尽全力把对方留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于是你一遍遍地复盘过去的对话，试图找出自己哪里做错了。你小心翼翼地发送试探性的信息，渴望能换来一丝回响。你甚至在心里为对方编织了无数个借口，只为了说服自己这段关系还有救。这种执着与其说是爱，不如说是一种深深的恐惧。恐惧孤独，恐惧改变，恐惧面对那个没有他的未来。但今天我想请你想象一个画面，人生就像一趟永不停歇的列车，车厢里人来人往，有人陪你走过一段喧闹的旅程，有人与你共享片刻宁静的时光。你们分享过窗外的风景，也讨论过下一站的方向，可列车终究会到站，有人的目的地到了，他必须下车。这时候你是选择拉住他的手，苦苦哀求他别走，还是站在车窗边平静地目送他走向自己的下一段人生？你看，强求一个已经决定下车的人留在车上，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。他想去的地方，车不会为他停留，而你执着于挽留，只会让你错过自己窗外的风景。缘分从来就不是靠蛮力能维系的东西，它更像是一阵风，来的时候你欣然感受它的温柔，走的时候你也无需去追，因为真正的连接从不需要你卑微的祈求。那个已经转身离开的人，他的背影或许让你心痛，但请相信，那不是对你的否定，只是你们的人生轨迹在此刻分道扬镳，就像两条曾经交汇的溪流，终将奔向各自的大海。执着于把两条溪流强行合二为一，只会让水流变得浑浊停滞，失去它本来的清澈与活力。所以当你感到疲惫，当你在深夜里反复咀嚼那些已经没有回音的对话时，请对自己说，到站了就让他下车吧。这不是冷漠，也不是绝情，而是对自己内心最深的尊重。你值得把目光从后视镜里收回来，投向列车前方那片未知而广阔的天地。因为只有当你松开紧握的手，你才能腾出空间去拥抱真正属于你的下一段美好旅程。很多人听到缘尽则散这4个字，第一反应是消极的，觉得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，甚至是情感上的冷漠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这并非一种消极的宿命论，而是一种对人际关系本质极其清醒的认知，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智慧。就像四季更替，花开花落一样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它内在的生命周期。一段关系的开始，往往源于彼此需求的契合，能量的共振，而当这段关系走到了尽头，通常也意味着你们共同的能量场已经耗尽，或者你们各自的成长方向已经不再同频。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只是你们共同谱写的这一章已经写到了句点。现代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视角。我们每个人在亲密关系中都有自己的依恋模式，而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双方在安全感、独立性和亲密感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。当这个平衡被打破，并且双方都无力或无意去修复时，关系的终结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强行续缘，就像试图用胶水去粘合一块已经破碎的瓷器，不仅徒劳无功，反而会划伤自己的手。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
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，也更加复杂。社交媒体让我们看似连接紧密，实则内心更加孤独。我们习惯了及时的反馈和点赞，一旦关系中出现了沉默或冷淡，我们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，误以为这是关系的故障，必须立刻修复。但很多时候，这种沉默恰恰是关系在向你发出一个信号，它的能量已经耗尽了。我们总想给关系一个为什么，总想找到一个明确的理由来解释对方的离开，但真相往往是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理由，可能只是他累了，可能只是你们不再能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，可能只是他的人生剧本翻到了新的一页，而那一页里没有你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残酷，但这正是缘最真实的样子。它不讲道理，只讲时机。所以接受缘分有期限这个事实，并不是让你变得无情，而是让你从无谓的内耗中解脱出来。当你明白一段关系的结束和你个人的价值毫无关系，它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能量流动过程，你就能放下那份沉重的受害者心态。你不再追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开始思考接下来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。这种认知上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疗愈，它让你从一个被动的被关系牵着走的角色，转变成一个主动的对自己人生负责的观察者和创造者。你开始理解，放手不是终点，而是你为自己腾出空间，去迎接那些真正与你同频，能与你共同成长的新缘分的开始。而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放手本身其实蕴含着一种更深沉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我们称之为慈悲。我们常常把慈悲想象成一种向外给予的温柔，比如安慰、帮助、包容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真正的慈悲有时候恰恰是不作为，是克制住自己想要挽留、纠缠、改变对方的冲动，是平静地说一句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让你走。这种慈悲首先是对自己的慈悲。当你不再用回忆的荆棘一遍遍刺伤自己，当你停止在脑海中上演那些永远不会有结局的对话剧本，你就是在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你允许自己从那个充满内耗的漩涡里走出来，把原本用来讨好、解释、祈求的能量全部收回来，用来滋养自己。这份对自己的温柔和体谅是所有疗愈的起点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放手同样是对地方的慈悲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执着和不舍对那个已经决定离开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枷锁。他或许已经用沉默、疏远甚至冷漠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边界，而你却还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把他拉回你的世界。这看似是深情，实则是一种情感上的越界。你把自己的需求凌驾于对方的意愿之上。真正的爱是希望对方好，而不是希望对方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存在。如果他离开能让他更轻松、更自由、更接近他想要的人生，那么你的放手就是对他最大的祝福。你没有因为自己的不舍而把他困在一段让他感到窒息的关系里。这份不打扰的成全，这份尊重对方人生选择的胸怀，是一种更深沉、更无私的爱。在古老的东方智慧里，有一种说法叫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意思是我们内心有自己的原则和定力，也就是不变，但对于外在人事的来去，则保持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态度，视为随缘。强行续缘就是不变却不懂随缘，结果只会让自己痛苦。而真正的慈悲是既守护好自己的内心秩序，又对世事的流转保持一份豁达。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，一位老和尚和小和尚过河，遇到一位女子因河水湍急不敢过。老和尚二话不说，
背起女子过了河，到了对岸，女子道谢离开。走了很远之后，小和尚忍不住问：师父，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能近女色吗？您为何要背她？老和尚答道：我早已把她放下了，你却还一直背着。你看，真正的放下不是冷漠的转身，而是在心里彻底的不背负。你不再让过去的人和事成为你前行的包袱，你让他们如云烟般飘过，不留痕迹。这份内心的澄澈与自由，就是你给予自己和对方最珍贵的礼物。所以，当你下次再感到心痛，想要伸手去抓住那个已经远去的背影时，请记住，放手不是爱的终结，而是爱的最高形式。它超越了占有，抵达了尊重；它超越了自我，抵达了慈悲。这份慈悲将为你打开一扇门，门后是一个更广阔、更轻盈的世界，而那个世界正等待着一个完整、自足、不再向外所求的你。当你终于松开那只紧握的手，心里或许会有一瞬间的空落，仿佛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但请别害怕这份安静，因为这正是你内心开始重新生长的信号。那个空出来的位置，不是用来填补另一个人的，而是用来安放一个更完整、更强大的自己。过去的关系，无论多么刻骨铭心，都只是你人生故事中的一个章节。它教会了你如何去爱，也让你看清了自己真正需要什么，值得什么。现在这一章已经翻过，而你的故事远未结束。前方的轨道依然绵延，下一站的风景或许是你从未想象过的辽阔与壮丽。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靠遗忘，而是靠重建。把曾经用来揣测对方心思的精力，用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把曾经用来深夜流泪的时间，用来读一本好书，学一项新技能，或者只是安静地散个步。当你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生活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无法填补的空洞，正在被你亲手创造的新体验、新热情、新目标一点点填满，而且填得更加坚实，更加闪耀。你要相信，宇宙的能量是守恒的。当你不再把能量消耗在一段已经枯竭的关系里，这些能量就会回流到你自身，让你的生命力重新焕发。你会变得更加敏锐，能感受到清晨阳光的温度。你会变得更加开放，能遇见那些真正欣赏你、与你同频的灵魂。你不再需要苦苦追问他为什么不要我，因为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底气，可以平静地说，我很好，我值得被好好珍惜。这趟人生的列车永远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下车而停止前行，它载着你驶向一个又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站点。也许下一站你会遇到一份让你心安的事业，也许下一站你会邂逅一段让你彼此成就的爱情，又也许下一站最大的惊喜就是你终于与自己达成了和解，成为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和最温柔的港湾。所以请带着这份不续缘不留人的智慧轻装上阵吧，让水流，让它走。这不是失去，而是腾挪。你清空了旧的容器，才能盛满新的甘露。你告别了旧的风景，才能拥抱新的天地。记住，你的价值从不依附于任何一段关系，你本身就是一道光，无需借谁的火来点亮。当你活出自己的完整与丰盛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此生无量，愿你自在如风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